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一个多礼拜没有上节目了，为什么呢？最近很忙，因为好多网友都给我留言，说我那个说话语速太快，叫我慢一下。但说实话，我那个多少年了啊，快人快语，我这个性格就这样，让我一下子改变我那个说话的语速习惯很难，非常难。那么呢，所以我想，好多网友那个觉得太慢，然后我就把那个每一集的，我做了大概十七集这个视频吧，我把每一集的视频都加上了字幕啊，累死我了，最近太累了，我跟你讲，终于全部加完了啊。那如果有新的网友，那个老铁们，新的老铁想看我那个视频啊，那个如果觉得我说话太快，那个有时候像开机关枪一样，我自己都觉得，我有时候看看我这个视频，回看一下，我好，那说话太快了，不容易，听不懂啊。那看一下视频，那会那个帮助你理解啊，那对吧？所以大家多多谅解。那个再说最近也没什么好话题，然后呢，今天我总算找到一个好话题了啊，跟大家再好好说说啊。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讲一下那个即将出台的那个反垄断法，中国的啊，在蚂蚁金服被暂缓上市之后，国家就开始着手解决互联网大平台的垄断问题。主管部门为了预防和制止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啊！在11月10号，就是2天前，今天12号，对吧？由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就是原工商总局起草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那个简称反垄断指南，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垄断指南里面特意点明了平台经济以及涉及协议控制那个 VIE 架构的经营者，把营造公平竞争的秩序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最终的目的不是去为了遏制那些大平台的电商发展，而是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公平和秩序，同时还要维护各方的那个合法利益，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管。此次发布指南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监管部门针对那个电商监管日趋严厉的信号。那此前11月6号，由中央那个网信办、市场监督总局、税务总局3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那个召开了那个会议一共邀请了27家电商平台公司代表参加那个网络购物监督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个会议这27家公司包括哪几家呢？有京东、美团、58同城、百度、奇虎360、搜狗、字节跳动、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点、贝壳找房、拼多多、国美在线、饿了么、小红书、携程、苏宁、同城、阿里巴巴、贝贝网、云集网、蘑菇街、新生优选、唯品会、腾讯等主要的互联网平台的企业代表基本上都叫过去开会了有一点那个规模的。那个会议明确指出平台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也不是孕育不正当竞争的温床。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滥用优势地位，强迫商家站队二选一，独家交易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交易相对人不得与特定经营者进行交易等等如果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的影响，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就是违法了那对平台内经营者的选择平台行为实施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比如通过平台规则、大数据、算法、技术等方面的设置限制或者障碍的方式，去实施去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那过去那个电商那个平台经营者通过那个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对市场那个竞争和消费者利益
产生了直接的损害。那因为大平台用户数据量非常巨大，都是上亿的、好几亿的，是吧？甚至十几亿的。他们的大数据和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那个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用户数、点击量、使用时长和其他一系列的那个技术指标，来达到精准投送啊，把那些产品精准投送到那个某些特定的客户。那以达到什么呢？达到控制客户的消费，对吧？根据你的消费偏好和使用习惯来实施一系列差异性的交易价格或者其他的交易条件。杀熟就这么玩的，杀熟它就是靠那个大数据啊来精准投送。那在网络购物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过去仅仅4天之后啊，11月6号4天之后，11月6号过去，10月10号，那紧接着就又推出了那个反垄断指南的征求意见稿，这又一份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形态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政策。结合今年1月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就公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对吧？今年1月份那中国的反垄断法即将出台啊。那反垄断法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增强我国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吧？国内国外都是一样，都要那个打击垄断、反垄断，是吧？那说白了，我跟你讲，现在那些电商平台做大了之后就开始有点那个店大欺客了，开始耍流氓了被好多网友俗称什么网络流氓、网络大流氓，对吧？比如用那些平台2选1大数据杀熟等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来坑害商家和广大消费者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平台2选1是什么呢？就是针对进入平台的那个商家就逼迫商家2选1，要求商家在2个平台上只能选择一家平台来独家代理你销售你的产品这就是明目张胆的那个垄断行为让很多那个中小平台新上线的那些中小平台没有活路没饭吃了，对吧？这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顽疾，也没人管，过去没人管，大家都知道，都吐槽，消费者也吐槽，消费者希望那个充分竞争越激烈越好，那我们消费者得益了，对吧？没人管，那大平台就利用他那些那个数据大数据技术用户量就把你那些小平台压得死死的，我跟你讲，那没活路，小平台根本没活路那比如我举个例子今年9月，对吧？爱库存这是个小平台，就公开那个发表抵制那个唯品会不当竞争的声明。那唯品会呢，明令要求那个进驻唯品会的那些商家2选1，不得与爱库存继续合作，否则就强制下架那个商品。那些新生的小平台就是发文指责，对吧？大平台强迫商家接受那些霸王条款，不给那些新生的小平台活路，对吧？那此外还有什么呢？这个是唯品会和那个爱库存，还有大平台之间的阿里和京东之间的纠纷，京东和当当网之间的纠纷，阿里和拼多多之间的那些纠纷，都是为了2选1，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说白了，对吧？那如果这个市场没有了充分的竞争个别大平台形成垄断，就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就是消费者，我非常厌恶那些大平台的垄断行为，对吧？我再说一下大数据杀熟怎么回事那大数据杀熟是针对那个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是指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平台推送给老客户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好多，甚至贵出20%、30%让消费者莫名其妙的多花了钱比如携程网最被人吐槽的就是携程网，机票酒店那个价格因为现在出去旅行那个商务活动越来越多，是吧？携程网我跟你讲真黑，我跟你讲，那这些平台是根据销售额，为什么他会推送那些给老客户推送那个价格贵的？那平台是根据销售额和商家分成的，销售额越高，
那个平台就可以谋取更多的利益。你看这有多心黑啊！那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人啊，专门杀熟，对吧？坑周围的熟人、亲戚朋友啊之类的去赚钱。那帮人为了钱什么都不顾了啊！人性的仇啊显露无遗。那在反垄断指南发布之后啊，那些香港的那个电商概念股纷纷跳水，美团股价大跌超过10%，京东大跌超过9%，阿里大跌超过5%，小米集团大跌超过4%，腾讯跌了超过4%，也超过4%。粗略算起来啊，那些知名的那个互联网科技股一下子累计蒸发了接近1万亿港元的市值。那些获得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平台，那一般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呢？一开始啊，创业的阶段进入一个蓝海行业啊，拿到 N 轮啊 ，A 轮、B 轮、C 轮、D 轮那个巨额的风险投资，通过低于成本价的倾销，它就是倾销，就烧钱，用那个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的钱来烧钱啊，挤走啊竞争对手，或者并购，把竞争对手并购了。那都是并购，然后采用那个技术手段的数据啊、大数据啊、算法来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啊，从而谋取超额利润，对吧？啊，就像逼迫那个商家2选1啊，怎么谋取超额利润？就是逼迫的那个入驻的商家2选1啊，那个针对那个客户消费者那个大数据杀熟，对吧？自从电商平台在中国爆发式的发展之后啊，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啊，对于互联网平台的这个垄断的问题争论一直在争论，这个争论的时间已经超过5年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年的双11之前，10月10号，对吧，才推出那个反垄断指南呢？这跟近年来那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有很大关系，对吧？那从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对吧，一直打到没停过，到现在说实话还没停。只不过那个川普自己先停了，第2轮先暂停，因为他忙于大选，是吧？那今年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吧？还有持续多年的中美战略贸易，美国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在经济、技术、舆论、军事等方面的极限施压，对吧？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中国官方称之为10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我称之为什么？300年未有之大变局，300年啊，300年。就是从明末啊清初开始到现在，是吧？我们现在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啊！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的会议时就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的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那中央要求啊，国内以大循环为主体啊，主要是要刺激拉动内需啊，拉动内需就要反垄断，要让社会上的财富分散，让普通老百姓有钱了，那才能带来那个消费增长啊，增加购买力，是吧？那如果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富豪权贵手上，他们奢侈消费，买飞机、买游艇这个那个的，是吧？穷奢极欲，那老百姓没钱啊，996啊，苦逼的要死啊，从早到晚干到1年到头没休息，为了赚房贷啊、教育啊、孩子啊这些那个三座大新时代的3座大山，没有余钱消费，那消费就没有钱啊，那消费就国内那个内需的消费就没有办法去刺激、去拉动起来，对吧？我看目前的那个互联网那个生态啊，不是很健康啊，都被那些大平台的前面27家那些大平台那个垄断起来了。那互联网经济这个结构有待改善啊。要比如像阿里、腾讯这种互联网那个巨型企业啊，他们的存在对那些中小微的企业就是一个灾难，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举个例子，最典型就是腾讯。我跟你讲，腾讯被人吐槽最多的是什么？他最喜欢什么？山寨拷贝别人，山寨拷贝啊！打个比方，某个新生的小企业
推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腾讯看到了，非常有发展前景，他立马拷贝啊，因为腾讯的 QQ 啊、微信用户量巨大，那它这个稍加拷贝之后，然后再改进之后啊，那个用户量激增，市场占有率一下占据了打比方80-90%，那小企业立刻就跑了，没饭吃了，就倒闭了。你说那对经济没有好处，我跟你讲，是吧？那我认为啊，只有把腾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那个巨型企业拆分掉，就像美国反垄断法前2年把那个微软拆分了，把微软那个大象拆分成若干分成若干块，那这样才能让众多的中小微企业成长起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企业成长了，企业利润增加了，那可以招募更多的人，那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才会拉动内需，增加消费。那这个国内那个内循环这一条链条啊，才能得以正常的运转。这就是国家反垄断的真正目的，而不是网上那些人解读说妄议啊，马云妄议国家政策啊，马云得罪了中央某某领导啊，全乱说的。那种人不懂，你知道吧？不懂政治啊，不懂政治。就是国家真正反垄断的目的就是这个啊，为了这个拉动内需。在本世纪初啊，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初期。在马云还没有变成马爸爸的时候啊，马爸爸，整个互联网经济的生态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对吧？再加上当时国内原有的那些法律啊，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互联网经济是新生事物啊，过去几千年从来没有过。那面对新生的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的政府需要时间和需要培养人才来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互联网经济的法律，对吧？所以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啊，一直以来就是野蛮生长，扶持政策种种政策都扶持，但监管基本没有监管啊。比如马云的支付宝是吧？马化腾的微信，他们有全金融牌照啊，全金融牌照。淘宝抢了传统店铺商场的生意，那个之后呢还不满足啊，那支付宝又去抢银行的小额贷款的生意。和那些小额贷款、线上贷款，蚂蚁的线上贷款，还有余额宝抢了银行的那个理财产品的生意，是吧？那在短短的没多少年，大概5年还10年，那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啊，那个资产那个急剧膨胀，那个企业赚了之后啊，马云又想去搞数字货币了，他最近又搞了一个马币，他又想去抢那个人民银行的央行的生意了，那不是在挑战国家的货币主权吗？这就危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了，那就是作死了，对吧？所以啊，蚂蚁金服上市被暂停了。那蚂蚁金服，我跟你讲，说白了啊，我的理解说白了就是个放高利贷的，那还是空手套白狼，不是拿自己的钱去放高利贷，空手套白狼。他利用大数据啊，那个极力引诱啊大量爱慕虚荣的年轻人借款消费，那些急需资金的那个中小微企业，蚂蚁金服却1分钱不贷款给他们。对啊，是那个支持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是在那个出政策那个宣传3令5申啊，号召那个金融企业啊、金融那个银行啊、金融机构啊，对扶持那个中小微那个实体经济、实体企业。蚂蚁就不管，他只知道赚钱啊，1分钱也不贷款给他们。那蚂蚁金服的产品其实就是中国版的 ABS， 对吧？用100倍甚至更高的杠杆去玩空手套白狼啊，反复的去把 ABS 打包卖掉，拿到钱，再去银行再去放贷款，不够了再去问银行把那个 ABS 卖给银行，卖给其他的金融机构，这个反复了几十次、几百次。去放高利贷，对吧？结果什么？银行赚小头啊，马云赚大头，他还不想受到监管，这种肆意妄为啊！我跟你讲，因为什么他他的胆子那么大？他除了他有那个金融全牌照，因为蚂蚁金服背后有一股庞大的这个势力啊，
那些人啊官商勾结啊，那帮势力为他撑腰啊。那蚂蚁金服这次招股说明书就是公开的，这个股东就是谁啊？李开复赵薇的妈妈对吧？江南春，还有那个胡祖一对吧？还有新加坡、淡马锡、沙特等那个国家的主权基金，还有华尔街的影子啊，还有华尔街的影子。国资也有，但是只占一个零头的零头啊，意思啊，装门面是吧？那我跟你讲，全世界的金融大鳄权贵啊，都冲到中国来，都想割中国人民的韭菜。我跟你讲，中国老百姓的韭菜。那蚂蚁金服用了10天，仅仅用了10天时间啊，就完成了 A 股上市辅导。9月18号过会，10月20号上市，对吧？从过会到上市，只用了1个月02天，这一路上啊绿灯大开。这个速度火箭般的速度，我跟你讲，如果没有官商勾结，能够那么快通过上市辅导就火速那个通过过会上市成功上市吗？我跟你讲，普通的企业啊，就是有背景的那帮能够上市的企业都是有背景的，但是普通的企业如果想在 A 股成功上市，没有1到2年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根本不1-2年是算很短的，后面3、4年、5、6年排队是长的呢，是吧？他1个多月啊，那一帮人只知道黑着良心去割中国人的韭菜，丝毫不顾及国家的金融风险。我如果是给那个蚂蚁金服那个上市成功啊，那全中国的老百姓、普通民众就会被那帮全世界的华尔街的、全世界的权贵、金融大鳄们去学习啊，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恐。那要知道，银行的存款就是全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是吧？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还好被管理层及时踩了刹车，啊，拯救了全中国的老百姓啊！那个老百姓的钱没有被资本血洗。幸好中国还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吧？我们的政府高度为人民负责，为人民着想。否则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风暴就将在中国爆发，然后爆发的程度会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个08年。我跟你讲，为什么？08年那个金融风暴是那帮华尔街拿自己的钱，那个 ABS、CDS 玩那些，人家拿自己的钱玩嗨了，玩垮了。但蚂蚁金服是拿银行的老百姓的存款去玩啊！那多可怕，对吧？我套用一句啊，我们中学里就学过了，对吧？资本论的一句话，怎么说啊？那个资本来到世上，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那说的一点没错吧？马克思说的就是经典啊，就是经典。那目前经济的3驾马车啊，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对吧？那由于世界经济体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比如欧美啊，在那个对新冠疫情控制不力和中美博弈的那个大环境之下，是吧？美国要和中国全面脱钩啊，那我估计出口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出口那出口这驾马车要慢慢慢下来，咱不说熄火，慢下来，对吧？那个投资，那铁路、公路、桥梁、电力设施等那个包括高铁那些大基建项目啊，也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你投资也有总要有个头啊！你看现在村村通公路，对吧？村那个通那个宽带，都基本上特高压输变电站都修的差不多了，那也到了一个瓶颈期了。那中国经济就只剩下内需消费这一驾马车了。那么又到了那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那个时代，互联网经济生态已经形成并已经成熟。那个初期那个迅猛发展的速度已经慢下来了，野蛮生长的情况也急需用法律规范起来。那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地位是通过那个创业初期的那个它的初期是创新了创新竞争获得了，但一旦他们打败了对手或者并购了对手，站稳了脚跟之后那就摇身一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尽一切手段去反对竞争、反对创新。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这垄断不仅提高了那个商家的那个成本，也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吧？
遏制了新生竞争对手的创新，压制了市场竞争，更会最重要还会带来阶级的固化，财富将会加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那就是什么？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那长此以往啊，年轻人就会看不到希望。那创业失败，不断的创业失败，所有上升的通道都被那帮垄断企业把控住了，是吧？遏制住了，将会产生一系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像前2年香港一模一样。那帮地产商，香港那帮地产商，那帮玩金融的、玩地产的权贵们，对吧？李嘉诚把香港的电力，就是所有民生的这些领域全部控制住了，还有其他的那些权贵富豪。那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啊，那别人一挑唆，然后又去闹事打砸抢收，又有钱拿，那就上街去搞了，就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讲，那社会就要开始动荡。长此以往就会动摇国本，我跟你讲啊，非常危险。那说的严重一点啊，垄断将会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拦路虎。所以这个时候啊，国家很有必要对那些垄断的互联网平台进行监管啊，让市场进行充分的竞争。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话语权是不对等的，参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对等。那体量越小的企业啊，生存压力越大。那如何保护中小微企业？为中小微企业尽量消除发展路上的各种障碍，是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国外啊，国外也是如此，美国、欧盟，对吧？现在你看，谷歌就面临欧盟、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脸书 Facebook Amazon 亚马逊那等等一系列互联网巨头也纷纷遇到反垄断的监管。那这些事情啊，这个趋势啊，那对于国内的那些互联网大佬巨型企业们来说，将长期面对这个趋势，反垄断趋势，国内形成一种合力了，你知道吧？那说实话，过去我们国内对于互联网行业那些成长太宽松了，基本没有监管，是吧？说实话，你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监管都应该一视同仁，对吧？你药业行业或者其他的那些这个行业那个行业监管都是挺严的。那互联网也要一视同仁啊，对吧？大家公平，社会公平很要紧的，对吧？好，那我10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专题会议，指出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那国务院副总理就说了目前由于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看不到头全球经济是各国的全是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哀鸿遍野，那导致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对吧？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不乐观，还要面对来自外部持续恶化的经济环境。国内制造业和出口复苏比较迟缓，速度比较迟缓。那特别对那些利润微薄的中小微企业压力更大。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国内已经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出现亏损或者面临倒闭日子非常难过是非常难过。那国家竭尽所能的去关心和扶持中小微企业，包括推出信贷扶持减免或延缓税收等一系列措施，对吧？目的是什么？来保就业促增长保就业促增长。那结合这份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里面17次提到了成本，25次提到了技术，22次提到了数据，10次提到了算法那实际上数据资源产权被互联网大平台就是被它独占了，是他们维护垄断地位的关键。而那些大数据都是广大消费者我们集体贡献了，包括我集体贡献了，那只是被大平台占有了独自私吞了，占有了。那没有那些数据，就没有那些算法。那渠道
加数据、加算法，这就是那些互联网平台的核心的东西。我跟你讲，渠道、数据、算法。但是呢，这个核心的东西呢，现在都被那些大平台所垄断了。那新生的中小微企业的创业者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公平的竞争啊，没有办法竞争。那国家反垄断的目的不是要打死那些大平台，而是要遏制那些大平台的野蛮生长，给其他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一个成长的机会。那这个才是反垄断的一个重要目的啊，给小微企业的一个创新的小微企业一个那个成长机会，是吧？那国家出手反垄断，对于我们广大老百姓是一件大好事啊，事关社会公平公正，这非常重要。社会的公平公正非常重要。但人的幸福指数里面有很重要一个指标，就是社会的公平公正，包括那个经济上面的啊，包括经济上面的公平竞争、教育公平、司法公正，对吧？等等很多领域。那寒门子弟啊，底层民众需要有一个上升的通道，是吧？相对公平的一个营商环境和竞争环境，以及那个国家的政策扶持，然后去不断的创新，从而实现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中国梦，对吧？过去有美国梦，现在是中国梦，是吧？因为我们姜老大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人权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啊，这句话我非常赞同。但是就是生存权是什么？人吃饱了饭有了生存权，那紧接着之后就需要发展权了。那发展权就需要社会公平公正。那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什么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啊，就是十四五规划也重视到这个问题了，非常重视这个社会公平公正这个问题，是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还有这次十四五规划提到了共同富裕啊，再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这句话好多年没有提过了。那共同富裕就是什么？先富带动后富啊，先进带动落后，是吧？先进带动落后啊，比如这几年搞得风风火火的那个精准扶贫就是这样，非常好啊。那预计今后啊，将会有更多的那个共同富裕的政策来出台，惠及广大的百姓。那反观那些互联网的大平台将被严格的监管，甚至拆分。这关乎国家的那个经济安全和大多数中国百姓的根本利益啊，是任何人、任何资本都不能违背的啊，这个是基本国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执政理念和立国精神是什么呢？为人民服务，对吧？为人民服务啊。那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的政府和法律全部是政策法律全都是为了资本家和权贵们服务的，底层老百姓的死活跟他们政府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你看这次新冠疫情嘛，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年龄大了、年龄小的从老到幼死了20多万了新冠疫情已经感染超过1000万了。你看川普毫不在意，对吧？他为了他的这个私利他自己的要选大选怎么样？他的某些私利他继续忽悠在台上的时候继续忽悠民众别戴口罩，他还说什么？It is what it is， 什么意思？就这样吧，死了就死了，人总是要死的。你说流不流氓冷漠，这冷漠，什么人权自由博爱，全都吹牛逼的，忽悠人的，你知道吧？你看。从美国现在给全世界那个表露那种现象来看是什么族群撕裂、治安恶化，能够造成警民矛盾、警察暴力执法，对吧？暴力执法跪压致死那个弗洛伊德，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骚乱然后呢又打砸抢烧的零元购。那民众普遍的反制反科学，是吧？疫情之间不戴口罩。甚至还有些人听了川普的忽悠去往体内注射那个消毒剂，死了几个人，对吧？那这种愚蠢的行为，这令人非常吃惊白痴一样的，你知道吧？那你看他们那种选举制度选举政治那个选出来的那些所谓的总统的治理国家的能力极其低下，还到处叫嚣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对吧？到处退群。对自己的欧洲盟友也不放过，对吧？两党的党争不断，
还互相的拼命攻击对方，不死不休。你看，这次到现在美国大选到现在还计票结果，那个美国那个选举委员会到现在没有公布啊，一直拖着，为什么不敢公布啊？他一公布，我跟你讲，立马就是，不管是公布川普赢，还是公布那个拜登当选了，立马就是立刻下一秒钟就是美国全国的大规模的骚乱就要立刻发生。我跟你讲，我就像我做了3期的，对吧？川普赢了，川普输了，不管川普赢了还是输了，我说了很清楚了，立马就是大骚乱，人员购，打砸抢烧，然后民兵开始就是开枪了啊，就是热战了，就是武斗了啊，就是我们文革一样武斗了，然后流血了会怎么样？就是内战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国家分裂，就那么回事。好多州就有好多州一直有那些分裂独立的倾向啊，大家去看我那个几期视频啊，那种种乱象，我跟你讲，这本质是什么？经济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产业空心化，对吧？除了少数的那个极高端的高科技企业和军工企业之外，很多企业那个都纷纷外迁啊，企业外迁了，政府没有税收了，没有财力提供那些公共的服务了啊，然后呢，原来企业的当地的雇员失业了，没收入了，那恶性循环了。那然后那些没有能力外迁的中小公司呢，纷纷倒闭，被其他的发展中越南啊，包括印度啊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有竞争力的产品，给干掉了。那是吧？穷人没人收入，穷人越来越多，没有收入，看不到希望，再加上雪上加霜啊，今年的一场新冠疫情是吧？人心又不稳了，那很多人就是破罐子破摔啊，就是要不吸毒，要么上街的打砸抢烧，零元购去了。是吧？美国的社会更加没希望，我跟你讲，更加没希望。你看，有大选，有那个鸟样啊，就是这个美国社会现在我跟你讲，暗流涌动啊。你看，川普嘛，不认输，指责拜登民主党作弊。拜登说，厚着脸皮说我已经赢了大选了啊！欧美包括日本啊，欧洲、日本一些墙头草的国家呢，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对吧？啊，宣布祝贺。你看，中国和俄国2个世界级的大国，都到现在还没有发电祝贺，为什么？我再观望，因为川普不一定输啊！我跟你讲，再观望是吧？现在我跟你讲，美国社会就是逐渐就是好多那个派别啊，政治组织之间啊，极端的仇视，就像仇敌一样，我就要把你干死啊，不是政治斗争啊，干死啊，要互相攻击。我跟你讲，暗流涌动，我就是判断，一旦那个大选结果计票出来了，立马就是暴乱啊，大规模骚乱。你看，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啊，世界的灯塔美利坚。这个底库啊，已经被这场疫情啊扒得精光，全世界吃瓜群众都在围观，是吧？民主灯塔已经倒下了。你看这个美国，我说实话，让人无语啊，让人唏嘘不语啊。好了，这期节目就播送完了啊，喜欢的订阅、点赞、留言，谢谢大家。